有时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光影23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我是阿月，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一起来看《夏日国度》。故事开始前，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1975年，英国肯特郡，年逾古稀的爱丽丝对着眼前这台打字机已经琢磨了许久。她正在撰写回忆录，可删删改改，怎么都不满意开头。自己的过去到底该要怎么写呢？爱丽丝的思绪渐渐飘回30年前，还是这座房子，她也还是坐在这台打字机前敲敲打打。但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的自己正年轻，那时的世界还正处于一片动乱之中。好在战火没能烧到肯特郡，爱丽丝作为一名学者，便一直躲在家中写学术论文。可由于她性格孤僻，深居简出，村里的孩子都不喜欢她，时常跑来海边这栋小屋捣乱，往信箱里塞杂草，喊她女巫间谍，都是常有的事。但爱丽丝也不是好惹的，在孩子们又一次上门找事后，她熟练披上外套，带着孩子们捣乱的证据，一路冲进学校校长办公室，警告他再不看好孩子，自己就会报警。而爱丽丝在回去的路上，有村民邀请她参加今晚的妇女志愿军会议，爱丽丝却连理都没理，除了手里的论文，她别的什么都不在意。爱丽丝走进商店，刚准备买一包烟，便注意到一个小女孩和母亲嚷着要买巧克力。由于正处于战时，国家实行食物配给制，只有使用特定的券才能买到对应食品。可小女孩这周的券已经用光，她的母亲也无可奈何。于是爱丽丝特意将女孩手里的那块巧克力一并交给店员结账。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要善心大发时，爱丽丝却拿上那块巧克力，大步流星走出了商店。听着小女孩在身后爆发的尖锐哭声，她只觉心情格外舒畅。在爱丽丝眼中，孩子就意味着麻烦。逮到机会捉弄完一通后，她高高兴兴回家，准备继续研究学术。但在这时，妇女委员会的罗莎带着一个小男孩找上门来。原来德国新一轮的轰炸已席卷了英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许多父母不得不将孩子送到更为安全的乡下寄养。而爱丽丝被分到的就是这个来自伦敦的弗兰克。爱丽丝自然是100个不答应，可村里条件有限，人手紧张，罗莎都已经领了4个孩子回去。爱丽丝说什么也必须收留弗兰克1周，等自己找到合适的下家再重新安排。爱丽丝最终只得留下弗兰克，可对于这个孩子，她连眼神都懒得给。到了饭点，便甩出一碟生的食材，告诉弗兰克想吃什么自己去做。至于弗兰克每晚睡前的一杯牛奶，在他这里更是想都不要想，有地方给你睡已经不错了。而到了第2天，爱丽丝便迫不及待把弗兰克送去学校，询问校长自己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孩子。校长的回复却和罗莎如出一辙，最少也要1周以后。另一边，弗兰克来到新班级后，分到的同桌是班里出了名难相处的伊迪。两人一打照面，伊迪就在课桌上划分界限，要求弗兰克不准打扰他。但这毕竟只是小孩子间的玩闹，对于这个新出现的同桌，伊迪其实充满好奇。他一到下课便去找弗兰克聊天，而在交流中，弗兰克这才得知他们的父亲如今都在前线打仗。但相较于还留在伦敦工作的母亲来说，伊迪的母亲却早已离世，跟随奶奶科里生活。而爱丽丝在家中翻找资料时，发现了一张泛黄的音乐会邀请函。她摩挲着封面上的花纹，思绪瞬间被拉回到1926年的大场晚宴。那个女人的声音又一次在耳畔响起，她说她叫维拉，她说很高兴认识你，那是他们第一次相遇，只可惜物是人非。维拉早已消失在自己的世界里。爱丽丝甩掉纷乱的思绪，重新投入回研究中。因为弗兰克的出现，爱丽丝不得不将平时用于研究的桌子分给他一半用来吃饭，而弗兰克还只是个孩子，充满了对新环境的好奇。于是一顿饭吃下来，
他的问题就没有停过。你家附近还有别人吗？你有宠物吗？你在写故事吗？面对弗兰克的喋喋不休，爱丽丝实在是忍无可忍，索性搁笔，认真向他解释自己在研究民谣背后的科学现象。而弗兰克见他终于愿意和自己多说几句，便赶忙讲了个双关语的笑话。但爱丽丝还是那副不领情的老样子，板起脸来指出笑话存在的不科学之处。放学以后，伊迪陪弗兰克回家，而他在看清不远处的爱丽丝后，被吓得连忙躲起来。因为爱丽丝是镇上有名的疯子，大家都说她是女巫，天天躲在家里写咒语。可弗兰克最清楚，爱丽丝只是在研究民谣而已。她的态度是不太好，但她给自己提供了吃住，才没有大家说的那么恶劣。弗兰克不顾伊迪阻拦，径直朝着爱丽丝的方向走去。可能真是孤独了太久，尽管爱丽丝嘴上总是嫌弃弗兰克，但相处久了，她也慢慢接受了弗兰克的存在。天气好的时候，弗兰克在地里挖土豆，爱丽丝就坐在他旁边阅读文献，讲述女巫莫甘娜的故事。据说莫甘娜会在海上制造幻象，诱使水手偏离航线，摧毁船只。弗兰克不禁好奇她为什么要这么做，爱丽丝却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因为莫甘娜是民间传说中的女人，所以她要么是个妖妇，要么是个处女，生来就该被指责。而关于海市蜃楼的传说其实还有许多，因为在那个科学还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总需要去信仰些诸如魔法、上帝之类的事物，来面对那些无法理解却又真实存在的现象。但这些故事绝不会是空穴来风，一定有人真的见过海市蜃楼。爱丽丝想做的就是找到海市蜃楼存在的证据。这天，爱丽丝依旧埋头在资料中翻找，村里那群孩子再次大叫着女巫找上门来。这一次，他们还撞倒了屋外玩耍的弗兰克。爱丽丝本想像过去一样狠狠教训他们一顿，然而弗兰克膝盖上不断流血的伤口绊住了他追上前的脚步。其实要不是他，弗兰克肯定也不会受伤。怀着那份愧疚，爱丽丝为弗兰克处理起伤口。看着他专注的模样，弗兰克真的很好奇，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爱丽丝？她明明人还不错呀。爱丽丝却无所谓笑了笑，大概是觉得一个不符合主流价值观选择独居的女人很可笑吧。那你为什么要独居呢？面对弗兰克的疑问，爱丽丝突然怔住了一瞬，她嘴上说着没有那么多为什么，脑海里却再一次浮现与维拉出狱的场景。那是她选择离群索居的原因，而那个晚上也是第一次有人关心她名字的来历，关心她因父亲逝世而满怀的无尽悲伤。当时的美好直到如今都令她无法忘怀。可在回味之余，爱丽丝也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明明自己已学会了忘记维拉，但为什么自从弗兰克出现以后会越来越频繁地想起维拉？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丽丝也渐渐习惯弗兰克的存在。看着弗兰克为飞不起来的石头飞机苦恼，他会让其去后院拿点雪松，那玩意儿轻巧，也许能飞得起来。爱丽丝还会对着地图上标注曾出现过海市蜃楼的地方，跟弗兰克分享自己最近的研究进度。你知道吗？我们附近的拉姆斯盖特，由于实际的地形情况，绝对看不见多福。可是曾有人称他见过多福城堡飘在海面上的一幕，所以爱丽丝现在要做的就是驱车赶往拉姆斯盖特，看是不是真会出现那座漂浮于海上的城堡。弗兰克顿时也来了兴趣，与爱丽丝迎着阳光穿过青草地，最终在事发地的那片海边山坡上坐了下来。这还是爱丽丝第一次带他出门，感受迎面拂来的海风。弗兰克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而在等待城堡出现的过程中，弗兰克就与爱丽丝躺在毯子上懒洋洋晒着太阳。他谈起第一次坐上父亲飞机的兴奋，紧接着便注意到远处天边那朵最大的云下面出现了城堡的幻象。弗兰克霎时激动得又喊又叫，爱丽丝也唰的一下站起身，可他无论怎么看都没找到幻影。弗兰克这时又在喊，不应该啊，明明很容易看见，角楼上还插着一面绿旗呢。听到这句话后的爱丽丝怒火猛然涌上心头，
你觉得耍我很好玩吗？多福城堡哪来的棋子？你根本没把我的工作当回事，你现在就跟我回家。而弗兰克见爱丽丝不肯相信自己，一时也来了脾气。他知道其实从自己来这里的第一天起，爱丽丝就没想过要真心对他，他才不要回去，因为那里根本就不是家。正在气头上的爱丽丝本来是懒得管弗兰克，但她生气的模样不似作假，爱丽丝还是决定去多福看一眼。结果城堡角楼上飘扬的绿旗让她猛然愣在了原地。爱丽丝立即调转方向，找到弗兰克，向他真挚地说了一声道歉：对不起，是我错怪了你，你真的看见了海市蜃楼，你没有在戏弄我。而对于孩子来说，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更何况这还是一直照顾自己的爱丽丝。弗兰克接受了爱丽丝的道歉，于是从这天起，两人的关系更上一层楼。爱丽丝会放下手中的研究课题，专门抽出时间陪弗兰克去野外搜寻形状适合制作飞机的木材。她不再整日窝在昏暗的书屋，而是开始走向野外，走进大自然，在与弗兰克的欢声笑语中学习如何享受生活。而弗兰克一直心心念念的飞机也终于在这天做好。爱丽丝特意挑了出视野开阔的好地方，带他去试飞。但在丢出飞机前，弗兰克又突然迟疑了。这可是我们两人辛苦多日的成果，要是它摔坏了怎么办？爱丽丝劝弗兰克尽管放手去试，毕竟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痛苦不可避免，你会心碎，会难过，会崩溃，飞机也会撞坏的，但事实就是事实，你无法更改。真正重要的是，你该怎样面对失败。 What if it crashes? I'll build another one.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在爱丽丝的鼓励下，弗兰克面朝大海扔出飞机，飞机则呈直线般向下坠落，最终在崖底摔了个七零八落。看着那一地零件，弗兰克却露出从容的神色，就当是试试水。有了这次失败的经验，下一次他一定会成功。爱丽丝和弗兰克一直在外散步到傍晚，而弗兰克的问题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你丈夫呢？你为什么不结婚呢？你有过喜欢的人吗？有，但那都已经是过去式了。爱丽丝一一耐心回复，可说多了都是眼泪。她不动声色岔开话题，而爱丽丝看着弗兰克撒欢奔跑的背影，再一次想起了尘封的往事。那年她和维拉外出郊游，白天一起探索森林的美丽，晚上分享心中对父亲的思念。也就是在那个夜晚，维拉许下诺言，孑然一身的爱丽丝相信自己此后都不会再是孤身一人。这天，伦敦寄来信件，而信件署名的罗伊夫人正是弗兰克的母亲。罗伊在信里说她与丈夫都平安，于是爱丽丝在叮嘱弗兰克回信的同时，自己也写了几行简讯，告诉罗伊夫人弗兰克一切安好，不必担心。爱丽丝本想让弗兰克独自去寄信，可考虑到他马上就要搬走，爱丽丝便决定与他一同出门，抓住这为数不多的相处时光，来一场意趣横生的大冒险。爱丽丝和弗兰克提起了传说中的夏日国度，天边漂浮的云层曾被异教徒认为夏日国度出现的征兆。弗兰克一时有些疑惑，莫甘娜传说里水手们看见的幻象会是夏日国度吗？爱丽丝闻言摇了摇头，夏日国度是异教徒编造的概念，而莫甘娜神话里的幻象是科学上确实存在的海市蜃楼，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弗兰克却将目光投向云层，他还记得那天见到的福岛，角楼上飘摇的旗帜在云中摇曳，似是逝者在向生者招手，告诉大家他们一切安好。也许夏日国度就是灵魂的往生之处，就是那座福岛呢。次日上午，伊迪本和弗兰克在花园里玩耍，结果脚下一滑，不慎摔伤。但紧接着出现的爱丽丝吓得她顾不上疼痛，连滚带爬就要离开。爱丽丝却注意到伊迪脚踝处的伤口，而她随后一系列的行为让伊迪发现爱丽丝根本不像传言中的那般凶神恶煞。她会动作温柔地为自己处理伤口，还会邀请自己留下吃晚饭。但是奶奶科里不准自己和爱丽丝来往。在爱丽丝那有些失落的眼神中，伊迪无奈摇了摇头。
这是弗兰克留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爱丽丝特意做了一顿丰盛晚餐。可在看清弗兰克从家中翻出的唱片后，她的情绪瞬间失控。这是维拉送给她的礼物，自己明明放得好好的，为何弗兰克就是能从那一堆唱片里精准挑出这一张？爱丽丝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口道歉，而弗兰克敏锐发现他与他口中的女性友人关系不寻常，爱丽丝便没再隐瞒，可她又害怕看到那种充满嫌恶的目光。岂料弗兰克却说这没什么，世俗所不允许的感情，在他这样一个还未被社会条条框框所束缚的年纪里，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实上，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反而更糟糕。有了弗兰克的理解和安慰，爱丽丝惊讶发现心底一直在隐隐作痛的伤口竟好转了不少。次日上午，爱丽丝在送弗兰克去学校的路上，一路都在叮嘱他去往新家的注意事项，要叠好被子，不要总吃炸薯条。未曾想，校长找到的寄养家庭居然位于另一处城镇，这便意味着弗兰克一走，他与爱丽丝就很难再有见面的机会。弗兰克只觉自己是被爱丽丝抛弃，强忍泪水，怒气冲冲走进学校里，等待放学被新的家庭接走。看着弗兰克离去的背影，爱丽丝心里也不好受，但她已经过了10年的独居生活，也许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才是正确的选择。她劝自己要接受分别，但爱丽丝沿着海滩散步时，找到了那架坠崖的飞机。当初陪弗兰克制作的时光顿时浮上她的心头，那是她不能否认的开心，而那个孩子的笑容也是她无法拒绝的礼物。你真的要送走弗兰克吗？你真会舍得吗？爱丽丝不断叩问自己的心。于是等到放学时分，弗兰克推开办公室大门，迎接他的却是爱丽丝。爱丽丝改变主意了，她舍不得这份彼此陪伴的情谊，她想要继续守护弗兰克的快乐。而明天就是弗兰克的生日，爱丽丝还想为他举办一个热闹的派对。就在这时，伊迪找上门来喊弗兰克去外面玩，爱丽丝便高高兴兴让他出了门，她则去往商店挑选一大堆食材，为明天的生日做准备。岂料还没走进家门，妇女委员会的罗莎带来一个噩耗：弗兰克的父亲居然在战场上牺牲了。泪水瞬间盈满爱丽丝的眼眶，她不敢想象弗兰克知道后该有多么痛苦，并且马上就是弗兰克的生日，她又怎么能狠下心来说起这桩噩耗？可弗兰克的母亲在保密机构工作，委员会的人根本联系不上她。如今能陪伴弗兰克度过这场难关的就只有他。爱丽丝本想在今晚坦白，但看着弗兰克回来后像个小鸟似的叽叽喳喳，分享今天又和伊迪碰见什么新奇事物，爱丽丝屡次想要说出的话便又堵在了嘴边。她做不到亲手打破这份童真，这真的太残忍了。次日天不亮，爱丽丝便早早来到海边散步。自从得知弗兰克父亲的死讯后，心中泛起的痛楚令她不禁想起多年以前与维拉分别的那个午后。维拉说她为了爱丽丝能够忍受那些流言蜚语，但她太想有个家，太想成为一名母亲了，而这些爱丽丝都给不了她，所以维拉不顾挽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也就是从那天起，两人彻底没了联系。等到天光大亮，爱丽丝还是决定先为弗兰克过完生日，再向他坦白父亲的情况。而原本说好了伊迪也要来，但是他奶奶科里不允许他再靠近爱丽丝一家。一见到孙女和弗兰克在一起，科里便怒气冲冲拉着伊迪冲进校长办公室，要求他给孙女换班。校长闻言长叹一声，弗兰克的父亲刚刚去世，在这个关头他正需要朋友陪在身边，怎么能让伊迪离开他呢？得知真相的科里瞬间没了气焰，也不再拦着孙女去找弗兰克。伊迪来到海边的小屋后，几次都想张嘴告知弗兰克真相，但都被爱丽丝拦了下来。伊迪看着弗兰克还在傻呵呵玩生日游戏，不理解爱丽丝为什么要欺骗他。无论消息再坏，那也是事实，他这么做对得起弗兰克吗？爱丽丝见伊迪冲出家门，连忙追上前，恳求他一定要对弗兰克保密，就今天就让弗兰克高高兴兴过完这个生日好吗？可回答他的却是伊迪远去的背影。
弗兰克其实也隐隐察觉到不对劲，周围人看他的眼神总是欲言又止。今天生日，只有头上这顶黄帽子是爱丽丝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爸爸妈妈连一句祝福都没有。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弗兰克不敢去问，他只敢看着远处的天空，询问爱丽丝，为什么只有自己能看见夏日国度？为什么总感觉那上面有人想要和自己说话？如果放在过去，做了几十年研究的爱丽丝会告诉弗兰克，那不过都是光的把戏。可在此时，她只想抛下那些理性，用最温柔的语气告诉弗兰克，假如夏日国度里有人想要和你说说话，那么那个人一定非常非常爱你。等到第二天弗兰克去上学，爱丽丝便想帮他收拾一下行李。这时一个手账本映入爱丽丝的眼帘，开始的几页全是弗兰克收藏的飞机照片。可当爱丽丝翻到下一页，拿出袋子里的照片时，她瞬间屏住了呼吸。照片上与弗兰克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人是那么熟悉，却又是那么陌生。而爱丽丝原先心中隐约的怪异也在此刻都想通了。为什么自从弗兰克来后，他会总是想起维拉？为什么弗兰克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他一股莫名的熟悉感？因为弗兰克就是维拉的儿子。爱丽丝未曾想，命运竟在这里还给自己藏了这么一份大礼。她擦去眼泪，暗自发誓以后要加倍对弗兰克好。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伊迪憋了一整天，在见到弗兰克执意要去跟其他人玩耍时，终于爆发了。他将爱丽丝一直藏着掖着的真相毫无保留地甩在弗兰克面前，一字一顿告诉他，你的父亲已经死了。弗兰克一时不敢相信耳边听到的话语，可他没那么傻。结合周围人这2天的不对劲，弗兰克当即就冲向了火车站。他现在的唯一念头就是回伦敦找到母亲，让他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而爱丽丝得知弗兰克离开后，也顾不上什么安全不安全的了，一脚油门就往伦敦赶。先不说弗兰克是维拉的孩子，光凭这些天的相处，他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平安带回弗兰克。然而爱丽丝抵达伦敦车站后，翻遍了每一节停留的车厢，都没找到弗兰克的影子。她不敢耽误时间，立即调转方向，根据当初信件上的地址找去维拉家所在的街道。可到了目的地后，她的心瞬间坠落谷底。这里显然刚遭遇过轰炸，街上一片尘土飞扬，到处都是受伤的人，到处都是哭声与哀嚎。而弗兰克正对着一处熊熊燃烧的房子泪流不止。可爱丽丝还来不及松一口气，空袭警报再度响起，她只好带着弗兰克躲进防空洞。度过担惊受怕的一夜后，弗兰克坐在家里的那片废墟上一动也不动。爱丽丝只能劝他，自己已经申报了人口失踪，一有消息政府就会打电话通知，先跟自己回乡下最要紧。毕竟伦敦太危险了，他不能放任弗兰克独自留在这里。在爱丽丝的恳求下，弗兰克坐上了回去的汽车，可他无法原谅爱丽丝的隐瞒。在路过海边时，弗兰克大喊着要下车，他一路狂奔，跳进海里，最终站在了离海滩边最远的那块礁石上。弗兰克抬头看向天边，层层叠叠的云朵之上，正是父亲所去往的夏日国度。他是多么想游去那片浮岛，多么想在夏日国度里听一听父亲留给自己的话。然而下一秒，弗兰克脚下一滑，跌进海里。爱丽丝吓得连忙扑进海里，呛了好几口水，才把弗兰克带回岸边。此时两人躺在沙滩上，静静欣赏天幕处的夏日国度，直到天色将晚，那座灵魂安息之处又一次消散在了空气中。而从这天以后，弗兰克就总是来到山坡上，眺望远处天空，等待夏日国度的出现。爱丽丝将弗兰克的悲伤都看在眼里，不禁想起当年的自己。父亲离世后，她也整日沉溺于痛苦中，不知该如何去哀悼。可事实就是事实，人是无法逃避的。爱丽丝只好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悲伤。父亲生前是个海军，他喜欢大海的故事。他曾告诉自己，当一个北欧海盗死去时，他的同伴们会将他的尸体放在小船上，点燃以后再让小船在海上随波逐流，火焰让灵魂得以自由，
而小船会飘向天堂。所以我们做一艘船送给你的父亲吧，看着他直到火苗消失。我想这就是我们告别的方式。见弗兰克点头答应，爱丽丝又领着他来到自己专门布置过的房间里。或许弗兰克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但只要他在这里一天，他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而这个家也永远都有他的位置。弗兰克见自己带来的各种宝贝物件终于被摆了出来，一直耷拉的眉头终于上扬了几分。他向爱丽丝分享起铁盒里的照片，这里有他与父亲在飞机前的合照，也有那张母亲在镜头下露出灿烂笑容的瞬间。因为父亲是个飞行员，弗兰克最终还是与爱丽丝决定坐个飞机去告别父亲。前来探望的校长看着眼前这幅其乐融融的画面，感到无限欣慰。他没想到那个总是独来独往的爱丽丝会有一天能耐心陪在孩子身边一起做手工，而他也没想到刚经历父亲离世的弗兰克在爱丽丝的陪伴下精神状态看起来也没那么糟糕。对于校长的夸奖，爱丽丝也只是淡然一笑，只要用了心去相处，尽力而为就好。次日，爱丽丝和弗兰克外出归来，看着家里亮起的灯光，她还有些疑惑，自己明明出门关了灯呀。然而下一秒，露台处的一抹熟悉身影让爱丽丝几乎是在瞬间就模糊了眼眶，那竟是她思念了几十年的维拉。弗兰克见母亲没有出事，立即大喊着扑向维拉怀中，母子两人拥在一起，尽情诉说内心的想念。随后他们一行人来到海滩上，点燃了刚做完的飞机，那跳跃的火苗承载着生者无尽的缅怀与悲伤，也带着逝者的灵魂化为一点红光，最终消失在夏日国度的方向。而自从这天重逢以后，维拉便带着弗兰克留在了海边这座小屋里，一晃眼就已到了30年后的今天。写到这里，如今年过70的爱丽丝终于完成了对往昔岁月的追忆。她将这本名为《寻找夏日国度》的回忆录送给了弗兰克。爱丽丝看着眼前已经步入中年的弗兰克，却觉得他还是记忆里那个充满朝气与好奇的少年。爱丽丝与维拉挽着弗兰克，共同沿着海滩慢慢向前走去，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的故事等待着他们去书写。全篇完。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0的播客列表，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0，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夏日国度是2020年英国剧情片，尽管故事发生在2战时期，但通过对爱丽丝与弗兰克相处的描绘，这又是一部充满温暖的电影。性格孤僻的爱丽丝在弗兰克的感染下，尘封的情感被慢慢唤醒，他们一起寻找海市蜃楼，一起制作飞机，最终又一起等来了新生。但这一路走来也并非坦途，可正如影片中爱丽丝说的那样，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痛苦不可避免，重要的永远是你该如何面对痛苦，是放任自己沉沦一蹶不振，还是擦干眼泪重新上路，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哦，对了，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4相互陪伴。